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朱雄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来讲一下婚姻，主要围绕人们结婚的原因有哪些。之前有人问我，就说：“哎，朱雄，你为什么要结婚啊？当时是怎么想的？”老实说啊，其实那个时候我并没有那么仔细的想过这个问题，因为从小的成长环境让我觉得，就是长大以后结婚生子是一个必然的事情，是一个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，不需要原因。就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还需要原因这回事儿。从小我就认为长大后我一定会遇到一个我喜欢他，他也喜欢我的人，然后时间久了，磨合的差不多了呢，就一定会结婚，而且一定会生小孩儿，然后一起完美的走过这一生。这就是我当时心中的这个想法。然后呢，就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，我发现，哎，人生的活法其实有很多种，结婚生子只是其中的一条。婚姻对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必选项。其实你如果去调查一下，会发现社会上啊，将近有一半的成年人是没有进入婚姻的。而且呢，就算你结了婚，我之前有一期也讲过离婚这件事儿哈，有50%的概率最终是会离婚的，所以离婚的概率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所以今天我就想聊一下啊，这个既然有那么多事实摆在面前，但是生活中还是有将近半数以上的人会选择进入婚姻，那他们选择进入婚姻的原因到底有哪些呢？我这里总结3个原因哈，然后呢聊聊他们背后的逻辑。第一个原因啊，人们为什么会选择结婚？我觉得很简单，就是因为爱情。婚姻的起点往往就是爱情。很多我觉得，尤其是闪婚的人啊，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原因。我有个大学室友啊，他之前谈了3年的恋爱，然后毕业没多久呢就闪婚了。他说啊，就是因为我爱他呀，不能想象没有他的生活，我以后的生活里一定会有他。那既然双方都是这么认为的，哎，那么结婚就像是在法律上批准了我们一起在一起的这样一个程序，是一个非常甜蜜的事情，听上去非常的浪漫，理所当然，对吧？我们一定会在一起，那结婚呗。我想说，爱情当然非常的重要啊，它往往就是进入婚姻的那一把钥匙。但是这把钥匙能不能让这个婚姻长久的维持下去啊，就不好说了，是要打一个 question mark。婚姻可以是因为爱情，但是婚姻常常不只是爱情，它还有其他的东西啊。婚姻就像在爱情的外面，它加了一层约束。然后谈爱情的时候呢，你就只是两个人在那儿谈。但是，一旦进入婚姻了，那就不光是你们两个人，还有两个人生活以及周围的全部。就是人，他是一个非常多元化的。婚姻它会让所有的东西都碰撞在一起，包括彼此的生活习惯呀、彼此的家庭背景、成长环境、社会关系、朋友、父母等等等等，任何一方面哈，它都会影响到你们这个婚姻的关系，跟爱情不一样。那有的人就会说，我不管就行了，这些东西我通通不管，我还是像爱情谈恋爱的时候一样，就我们两个人。但是做不到啊，很多时候因为生活中啊。那就是有那么多事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喜怒哀乐，生老病死，爱情在生活中的比例实在是太小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只是因为爱情就进入婚姻，那之后我觉得多半还是需要经历现实的打磨，才能够长久的走下去。但是这还是不排除爱情是进入婚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我觉得一般是为了归属感和安全感啊。有些人结婚啊，就是为了他不再孤单。这个孤单和孤独不一样啊，就是如果你本身认为孤独，那这个东西可能能解救你的只有你自己，婚姻是没有办法解救你。但是你说孤单，有时候需要想人陪伴，而这个时候婚姻是可以做到的。我有个朋友，平时工作呀特别忙，然后他的圈子就特别小。他说自己呢，并不是非要结婚，但主要是害怕以后生病没人照顾啊。比如说过年回家被这亲戚问东问西的，他觉得非常烦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就遇到了一个，哎，觉得各方面条件还不错，然后性格也挺好的一个男生。两个人呢谈着谈着就结婚了。
所以说，这种婚姻它未必会有非常轰轰烈烈的爱情为影子，但是它满足了一个人对归属感的需求。就是在很多文化里啊，婚姻它不仅是两个人的事，它是一种进入社会认可的稳定关系的通行证。就你一旦结了婚，整个社会就觉得啊，你其实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人，这个你没有办法改变啊，它是社会这样一个观念在里面。我觉得这个其实很大一部分也是我当时进入婚姻的最大原因吧，就是耳濡目染，身边的给我的这样的感觉就是你需要结一个婚，就是我一直希望有一个人在那边，然后随时可以跟他分享任何事情。这其实也是一种就是渴望亲密关系的心理吧，就希望有一个人跟自己非常非常的亲近。我希望是一直有一个能跟我非常亲密的人，然后可以一起有商有量的生活，在一起的时候能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开心，当然也非常的安心，就是那种安全感，并且呢也能给我提供到那个需要的情绪价值。当然这是双方的双方都能够给彼此提供情绪价值。我觉得这些都是属于安全感的范畴吧。但是如果你说一个人他非常的独立，然后呢又非常喜欢自己的私人空间，不愿意被别人打扰，然后也不是非常在意亲密关系，或者说能够从别的地方获得他想要的情感需求和支持，那么这个时候婚姻对他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。当然，想要亲密关系就不等于能够处理好亲密关系。很多人想要、想要、想要，一旦得到以后呢，又处理不好。这个我们以后可以再说因为距离它越近的话，你就越容易碰到对方的那个刺儿。所以很多人他就为了避开那个刺儿，他就选择不进入亲密关系。但是往往大部分人还是希望有那个安全感和归属感，所以他会选择进入一个稳定的这样亲密关系，也就是婚姻。第三个原因，我觉得就是为了现实。现实是很多婚姻绕不开的话题，尤其是我们父母那一代很多婚姻它就讲究的是一个门当户对，它不是为了就是浪漫，而真的就是大部分为了生活的可持续性。就你们两个比较匹配的话，那么你们应对现实中的种种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三观什么都比较合。然后好多情况下，结了婚的两个人呢，确实在经济上的风险会更小就是因为两个人他有两个保障，尤其呢就是抚养小孩，就是如果你非常想要小孩，我觉得婚姻也是很多人会考虑的，因为毕竟养小孩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，很多人连自己都养不好，何谈去把另一个鲜活的生命养好就会发生太多太多的事情。不光是经济上的、身体上的、心理上的，跟你一个人时候比会增加一定的付出。那么两个人来承担的时候，比一个人更轻松一些。还有一些是现实中的原因，就比如说身份住房什么户口让很多人也不得不走进婚姻。然后再说一个现实中的，就是不那么普通的例子，就是豪门之间的婚姻，但他们其实更现实经常离不开非常现实的原因。举个例子，比如说家族的利益和财富的传承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巩固，甚至是那种战略合作，就跟两个公司一样。还有一些是为了对抗竞争对手。是一个策略。那举个例子，比如说那个洛克菲勒家族和 Vanderbilt 之间，这两大家族是19世纪美国最富有，并且最具有影响力的商业巨头，一个是做石油的，一个是做铁路的。然后他们之间的联姻，这真的不仅仅就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更是背后的这个资本与产业联盟的一个象征吧。所以说，属于美国工业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典型的政治婚姻。通过这种联姻，两个家族它就可以实现资本的整合，然后减少竞争，增加社会的影响力等等等等，有非常多这样的好处。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婚姻，只要利益关系存在，那么它就能一直持续下去。普通人如果只是为了现实进入婚姻，我觉得还是不太够还是需要掺杂一些爱情在里面吧。如果只有利益的话，那万一有了一个更好的盟友，你是不是就得掰了呢？
但有些人他就是这么想，一段婚姻我并没有想要维持很长久啊，我就对我现阶段，有帮助就可以了，不行了就再换一段啊，这种人也是有啊。那么说了这3个原因，就来总结一下啊。一般来说，你就会发现，爱情啊、归属感、安全感以及现实这3条，任何一条都可以推动一个人或者一对人走进婚姻。有的人呢，他3个里面就占了一个；有的人呢，他3个全占。所以说，婚姻我觉得它不是非黑即白的一道选择题，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考量，最终得出的这么一个想法。那你要问我怎么看婚姻，我觉得它非常像一份长期的合同吧，就是签约之前你要尽量搞清楚对方的优点和缺点，也得清楚自己的底线和需求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走进婚姻？这个婚姻到底能不能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东西？所以说呢，不要只问啊，我爱不爱他，他爱不爱我，也要问我能不能跟他一起面对今后几十年的生活，就是你们2个是一个整体，这件事情你可以接受吗？因为走进婚姻其实相对容易程序啊什么的，但是如果你真的想走得很长久，走得比较平稳，我觉得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。所以我们之后也可以来讲一讲婚姻如何维持婚姻，或者如何尽量的让你觉得幸福的婚姻能够长长久久。好了，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啦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